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眼中的你，还有对他而言你们的魅力点是什么？你有什么地方吸引着他？我们来看一下。好 ，Ace of Swords，King of Swords。因为的 Three of Wands，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几张牌。我觉得你们给他的能量特别是那种，如果你们是一开始认识的话，会觉得你们对他而言是一个很清晰的能量，让他感觉很美好。然后，特别是我觉得他会感受到你身上有一个优雅，然后知所分寸的一个气氛。然后他觉得你是一个对感情很忠诚的人，你会很努力的为你所爱的人，你会为你所爱的那个家庭去奉献你所能够奉献的，然后你也愿意去真正的关心跟理解你身旁那些你认为是值得的朋友跟值得的人。然后我会觉得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有一种平静，甚至是与世无争的感觉，就是你们好像在内在的世界中你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在这个桃花源中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你们不大会想要去参与日常的一些纷争八卦等等的，你们就是很努力的在经营自己，然后对于人事物都有一定的品质，比如说你是一个很会布置家里的人，你们很会打点生活，很会烹饪，或者是说很会品尝美食，喜欢这种美好的气氛。有的人则是你们很会规划，比如说旅游的行程，或者是规划自我的学习、自我的提升等等的，就是你们把自己经营打理得很好，他也会觉得说这个部分是他非常欣赏的，因为感觉上跟你在一起就是有一个不断前行、不断往前走的感觉，而且你们这种往前走并不是一个很压迫、很强迫，而是你们有自己的步调、自己的节奏。你们外在给人的感觉是宁静而清新的，然后你们的这个小世界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我觉得他眼中的你并不是那种好像社交圈很大、往来很多人的人，相反的，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们是有时候比较敏感，然后有的时候是好像比较能够去看到别人话语跟他的那个行为背后底下的那个深层的意涵跟意思因此我觉得你们在人际上、待人处事上其实是蛮有自己的判断力跟洞察力的。那可能就是外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疏离跟无情，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发现说，这种好像跟人群保持一点距离，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无情，并不是因为你们就是很不喜欢跟人接触。相反的，我觉得他有观察到，其实是因为你们太在意别人了，因为你们蛮容易受到外人的可能眼神，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说一个行为举止而引起你内在的波动。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子活得很累，为了避免活得太累，你可能就是要断舍离掉一些人际关系，你只选择跟你少数你觉得比较安全的人，你们跟他来往，你跟他交际，你会觉得比较放松。那其实是因为你们太在意，而并不是因为不在意。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就是会对于你们的这种内在有一点怜悯吧，或者是说有一点想要去疼惜你跟保护你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在他眼中你们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并不是说你的学历，或者是说你的职位有多高，你赚多少钱，而就是一种对于这种人情世事的洞察力。你们蛮喜欢深度的交谈
然后有品质的交谈，然后你们也蛮需要独处的时间，你们会透过这个独处的思考，然后好像会去可能看书啊，或者是去分析一些事理，然后把它变成你成长的一个养分，然后你们很愿意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人身上，比如说你们的另外一半、你们的孩子。但今天如果是这种无意义的八卦聚会啊，我觉得你们宁可不去，因为你们就是蛮想要去珍惜你们的时间跟能量，你们不会想要去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比较无意跟无谓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眼中的你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呢？ Page of Cups 哦，命运之轮，权杖皇后，好，很好。我觉得你们呢、现在的这个状态哦，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模样、形态跟能量哦。我觉得在你们的生活中，应该经历了不少可能不止一次的蜕变，甚至有的朋友你们现在还在蜕变的一个过程哦。在这样子经历了蜕变的过程中，你们可能会发现，你跟过去的自己的那个能量、跟状态、跟这个表现出来的气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见你们在过去的生命中遭遇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说错待，或者是说一些打击，以及命运老天爷给你们出的一些难题哦。那这些事情你们都一一度过了，并且把这些学到的课题啊，变成是你身上的一些能量，变成是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让你可以带着这些养分去前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你们因为经历了这些挫折，你们更能够有包容力。刚刚说过，其实你们本来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力，你能够去看透别人背后的所思所想，再加上你们经过这几次的蜕变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真的对于这种人情世故以及事物背后的道理，或者是说一些网络上的讯息，你们其实是能够分辨说，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这个意图啊，如果大家相信了这件事，最后得利的是谁？我觉得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那其实对于对方而言，他眼中的你，他其实会蛮惊艳的，因为他也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你并不是一个随便可以被糊弄的人，就是他并不是像可能他以前会用一些过往的这种追求手段，或者是说人际上他如果有一些就是形象的包装，或者是说好听话等等的，可能他惯用的一些招数以及对待别人的那个模式他会发现其实不那么管用了。因为要跟你们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真心，而不是那种所谓表面的社交礼节跟礼仪所以其实跟你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有一点战战兢兢，因为你们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你们也不是在一个好像情绪气氛来了的时候就会跟着别人走的人，你们是有自己的节奏跟分寸跟步调的人。特别是如果你跟这个人是还在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防备心是有的，很多时候你们是默默的观察，而不会去多说很多话，你会把很多你的所思所想都放在心里面。如果你跟对方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觉得你们会需要一些时间去彻底了解他，以及了解你们两个当下所处的环境。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到你们是有一些防备，有一些这种心门需要去打开的。但如果今天你跟这个人，你要问的这个人，你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连接，你们是旧识，或者是说你们有交往过，你们有暧昧过，你们有一段情过，我会觉得今天如果你愿意打
打开，让这个人走入靠近你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他就具备了一个入场券门票，他有资格去看见你的这个秘密花园。所以基本上你们对待他，好像他会看到你们的另外一面，就是你们会分享很多话题，滔滔不绝的你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你们也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甚至是极端不同的一面。你们会变得很热情，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们会想要跟他分享，他会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以及他会感觉到就是你们有非常童真的、很纯粹的那个灵魂。跟这种一开始认识这种静静的、优雅的，然后这种有点冷漠的这种能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你们的身上具备了两种好像不同的这个能量是可以交换的，然后在面对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场合，你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对应，或者是说出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反应等等的，他其实会觉得很特别。而且在他眼中啊，你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言行举止、言谈中流露出来的那个智慧，或者是你们的身段，他都会觉得非常性感，非常的吸引他。那我觉得他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想要向你靠近，而且他自己也放弃了抵抗，就是他自己也想要被你吸引。尤其是很多朋友啊，如果你们已经完成了刚刚说过的几次的蜕变、几次的突破的话，我觉得目前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一个从比较剧烈的波动到达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也就是说，过往啊，你们可能会很用力的去追求你人生中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很用力的阻挡你不想要的东西，排除你不想要的人事物。可是啊，我看见你们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们慢慢变得比较一个圆融，就是你们不需要这么用力。很多时候你就是有点像是放松，让不好的东西、不喜欢的人事物流出你的生命，他们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同时啊，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你们现在具备有这种吸引力法则的能量。你喜欢的东西，你们也不用很用力的去抓取，它会自然的流入到你的靠近你，流进你的生活中。因为你们的这些经历啊，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的有这种同理心，或者是说共感，你能够理解别人身上的疼痛跟伤口，因为你们也曾经经历过。这个人，我觉得如果他身上也是曾经有过一些伤口，也是有过一些这种创伤跟挫折的话，我觉得他在跟你交谈的时候会非常的觉得能够被理解、被包容，然后能够被倾听、被支持吧。这种是一个心灵的共鸣跟救赎。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他接近你、靠近你，听着你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惊叹跟惊艳，因为你们并不会把过去的这些挫折当作是一个丑陋的想要去移除的一个经历。相反的，我看见你们成熟跟圆融的智慧。这些缺口、这些伤痕并不代表说你们不是完整的一个人，不是完美的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是你们过往，就是你度过、你撑过那个寒冬跟暗夜的时候，你们得到的一个奖杯勋章，你们得到的是一个荣耀，在他眼中所看到的也就是如此。因为你们撑过去了，所以你们是你们自己世界的国王跟皇后，你们拥有掌握自己世界的这个权利。其实向日葵都会向着你而开的。那当你穿越过，当你理解过，很多时候你们的心境会更加的通透，你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那我觉得第一组的你们的这种智慧跟包容，还有关系中的一个婉转，其实让他很惊艳。特别是如果这个人遇到你的时候，你们是蜕变过的他会非常的
讶异、惊讶你的成熟，比同年龄的人好像更有一些不一样的智慧。那你们有你们的这种细致跟敏感度，他会觉得他遇到你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同时啊，他也会觉得好，他想要真正的打动你跟接近你，还有走入到你的内心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好像会怎么说呢？你们有非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它不一定能够很接住你，然后可能有一阵子你跟他是很好的，你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但后来下一阵子你们可能又去飘走，去忙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也许他会觉得，他有办法持续的让你们去关注他，或者是说持续的吸引你们的目光吗？他有的时候也会想，因为你们的灵魂是一个很优雅的灵魂，好像自由自在的穿梭，那你们的这种能量啊，其实这种魅力啊，其实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欣赏的。好，那我觉得如果有的朋友啊，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们还在蜕变的过程中，还在孵育你的翅膀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会看见你们的内在，他会觉得你是好像有一点说不上来的不安跟不自信，但是他会觉得很困惑，因为他也不确定这个不安跟不自信是不是真的，因为你们并不会很容易去表现出来，或者是说很直白的说出来吧。他其实觉得有点困惑，因为在他的眼中，你们其实就是会发光的，你们有很多优质的地方，所以他不大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评价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不自信呢？然后有的时候他会不理解说，究竟他看见的你是真的，还是说你们理解的自己是真的呢？那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第一组的你是一个不断愿意成长跟学习的人，那你有你的这种成长跟学习一路以来，他其实都看在眼里，而且你们是蛮有耐心的。有的时候这个蜕变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但是你愿意给自己时间去接受这个，好像时间的培养跟时间的洗礼，一直到走到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蜕变过的你是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是一个是一个不容易被人家一眼看穿，但是却又能够一眼看穿别人的人。所以对他来说呢，靠近你们的时候小心翼翼，就是很想要真正的打动你，但是又很害怕说他自己的那个阴暗面会一眼被你们看见。然后你们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静静的，好像在等待的，在观察的，然后不多讲什么的，就是你不大愿意，就是很快速的打开你心中的这个门，让太多人涌入你的世界中。可是我觉得你今天一旦愿意打开你的通道，让他走入到你的内心，其实他非常的受到你们的吸引，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纯净、很天然、很亲和的人。然后你的内在有很多值得去探索的，对他而言呢，你们是有很强烈的第六感跟直觉，然后做事很认真，但是在这个认真背后有一点迷糊，有一点可爱。你们身上可以独当一面，然后也有这种小迷糊啊、撒娇的一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立体的性格吧。他觉得很特别。那就对待感情而言你们其实蛮坚持自己的一个模式，就是你们会去坚持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那你找到之后也会真的喜欢他很久很久，甚至是一辈子。你也会很努力的去扩展跟你喜欢的人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你非常强烈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那你们对于特定的对象他会好像你们会非常的容易打开你们的这个渠道，你们的能量让他走进来，而我觉得对方也是愿意被你吸引的。然后这边有一张很重要的牌，它是命运之轮。我觉得你跟这个人
今天你吸引到的这个人啊，他跟你是一个有非常强的这种前世今生的一个关系吧。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命运好像牵扯了，好像累世的姻缘，这是一个延续很久很久的一个爱情，感情一直到现在。那你们会有多次的可能不期而遇、擦肩而过，可是又因缘际会的再次相遇、再次聚首。其实我觉得你跟他相识的时候，应该心中就有这种感觉了，然后你也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跟气味，还有印记哦。不管你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是在一起，或者是分手断联，或者是暧昧，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丝线哦，其实是好像很难被扯断的，就是讲到你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根线在拉扯对方的心，他就会有感觉、有情绪、有波动。虽然他自己可能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命运吧，只要触动到他跟你之间的这一条线，不管是你或他，好像就会不由自主的被驱动，没有办法自拔的，就是心里会有反应，会有颤动。那在他眼中啊，你们真的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其实他会觉得，如果能够被你爱上，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这个爱上是一个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你不是因为对方身上的某一些条件、某一些好处而待在他身边，你也不是为了对方会对你好而待在身边，是一个你真的欣赏他，真的愿意留在他身边，不论他今天有没有什么名声地位跟钱财，或者是外貌美貌等等的，你们都愿意无条件的爱他。如果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的幸运。然后我觉得你们身上自己有一种自己的美丽跟独特，这个包含了你们的穿衣打扮、你们的说话方式、你们表达的方式哦。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表达其实会让人愿意去听，愿意听得下去。然后你们其实还蛮保护自己跟保护你们的感情。那你们身上有一个就是美丽的可以打动人的特质，然后对他而言呢，你们有的时候也很像是一个谜题一样，因为他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看透你、看懂你，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跟他要讲这些大自然、音乐、艺术、文字、身体的流动等等的，他是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但是你分享的这个世界哦，它其实会很受到吸引，因为你们的这个形象啊，以及好像对人心的掌握度跟了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再加上你们之前的一些可能累世的牵扯跟累世的姻缘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完完全全就是忘记你，或者是说不想起你，很难完完全全抽离，就是与你分离吧。就算你们的这个物理上的距离是远的，我觉得心理上哦，他也是会不时的想起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开始你们选到的这张底牌哦 ，Pexus， 好 ，Pexus，Transcending， 你们选到的是这个飞马哦，然后我觉得这张牌很漂亮哦，它是银白色的，然后银白色的飞马，它有一双很美丽的翅膀哦，它的身形很俊美，而且很优雅。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想象有一匹这样子的美丽的银白色的飞马哦，然后它载着你们翱翔于浩瀚的星空中，你们可以感受到它身上的温度跟力量，然后它可以带你好像飞离俗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你可以感受到你身边的这个微风，还有你身边的这种云朵，所以
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想要告诉你说，我觉得你们蜕变到现在啊，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你们都是可以被超越的，尤其是逆境，你们是可以去突破的。突破之后啊，你们其实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更不一样。你们的灵性上有了很大层次的一个提升哦，而且飞马座它是缪斯女神的一个坐骑，然后也是缪斯女神的一个宠物哦。那大家知道这个缪斯女神，她是充满智慧、优雅跟一个很高尚、很优美的一个形象，然后很有文艺气息。其实我觉得，这只飞马它就是像守护着缪斯女神一样，在守护着你们，守护着你们的创造力，跟守护着你们的爱情。它其实想要带你飞跃，带你超越一切，超越这些人世间的纷扰、烦忧跟苦难哦。我觉得当你们灵性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飞马座的力量以及它的一个翅膀。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本身呢，在蜕变之后，你们也是拥有你们的翅膀的。而飞马座它的翅膀，它的力量可以带你看得更高，看得更远。那我觉得对于爱情啊，有的时候当你们提升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这种小情小爱有必要就是这么的执着吗？这个并不是说你们对人是一个很无情的，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人是很爱你们所爱的人，你们人是愿意去付出你们的爱，你们愿意花时间在对方身上。只是我觉得，对于相处的一些枝微末节、一些争吵，我觉得你们会用一个比较宽广、跟包容、跟理解的角度来看。你们会觉得，爱不爱，比这个对错是非对错还重要，就是维持关系。如果是你们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去争谁输谁赢、是非对错以及那个事理啊，其实对你们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觉得你们看事情的角度跟眼光会不一样，处理事情的那个手法也更加的不一样。然后我看见你们有更大的包容、更大的理解跟更大的关怀。不管你今天面对的这个人过去的相处是怎么样，其实对方曾经因为不成熟而伤害了你、错待了你，或者是说在这个暧昧的过程中，对方有了退缩，或者是开玩笑说到你的痛点、不好听的话等等。我觉得你们能够去以一个比较宽容，甚至是看待孩子的这个角度跟眼光来看待他吧。我觉得你们有一种非常成熟的美跟智慧，不管是在人生的高峰或者是低谷我觉得这份宇宙的爱其实一直都在守护着你们，一直都在看照着你们，然后它会慢慢的带领你走向这个灵性的提升跟扬升，走向一个更高更美好的一个世界，更宽广的宇宙，觉得你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或者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好吗？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他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你对他而言呢，有什么魅力点，有什么吸引他的一个特质，还有吸引他的一个地方哦。看一下你的魅力跟吸引力。好 ，Ten of Swords，The Tower。Ten of Wands, Six of Cups。好，我们先看一下这4张牌哦。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呐，他在跟你们相遇的时候哦，他会觉得你们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哦。但是这个内涵呢，好像是你们之前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感觉上你们能够去懂得别人的感受。你能够去
知道别人的难处，就是这个人的。有时候这个人的一些情绪啊，所言所行哦，你可能会去联想到，是不是这个人的过往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对同样的这件事情，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波动。我觉得你们好像曾经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一些挑战。这些东西啊，造就了你的这个内涵哦，造就了你内在的一个丰富度。然后他看着你的时候，觉得你很特别，然后这个特别好像又有一种忧伤的感觉，然后好像有的时候你们会在回忆过去，这边有 Six of Cups， 就是可能是过往的一些经验、一些事情，让你们感觉上有一点蓝色，有一点忧郁嘛，就是他其实也不大确定是什么事情。如果你们没有跟他讲，他只是猜测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不舒服、令你伤心难过的往事，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好像想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很热情，有的时候好像会躲起来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或者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你会不想要看讯息，不想要跟人家有接触，就是希望可以自己躲起来，很安静的这种跟自己在一起，就是别人很难找得到你。这个并不是说你们难相处，只是说他如果不知道他用什么样子的管道去接近你的话呢，他可能会就是碰了一鼻子灰。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如果要靠近你们，要接近你们，他真的必须要投其所好，找到那个施力点，才能够去通关。不然的话，如果他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关卡，没有去疏通那个管道的话，不管他做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好像都是在外围，没有办法去打动你们的心。因为我看见你们有的时候其实会想要往内去找寻自己内在的一些答案，所以会跟外人保持着一些距离。那有的朋友我是看见你们可能曾经真的是有过一个很爱很爱的人，你们用真心来押宝去赌这一段感情，然后也相信这个人的承诺会兑现，你们可以一起走到永远。你可能为了这个人搬家，或者是说付出了很多时间金钱，或者是说不顾家人的反对跟他在一起。可是呢这种押宝好像最后发生了一些无奈的事件。然后我觉得有的朋友，这一组的朋友，如果说你们是比较有一些经历历练的，你们好像就是看过了蛮多的人生的这种悲欢离合，也看过了身边的人很多人的爱情好像无疾而终，或者是你们会觉得有些人的爱情好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壳在演戏，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也会怀疑说，到底是有谁能够真心的、真诚的陪你走到永远。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不会让自己完完全全100%的投入在一段感情中，即使你很爱他，你们还是会想要有所就是设限嘛，就是有一个停损点。假设你要撤的时候呢，你其实还是有办法去撤退的。那有一部分的你们，我觉得你们是因为过去不懂得爱，不懂得珍惜，曾经错过了一段可以发展的感情，或者是错过了一个那个时候对你也蛮好蛮真心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当中也许有一些遗憾在里面。然后另外我还看到在他的眼中你们是属于那一种不会让自己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那种人。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承担那些就是超过自己极限的事情
就是如果是别人的责任，你会让他们去承担。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其实处事上是有一点聪明，或者是说小聪明哦。就是这一条路啊，你有的时候走着，你觉得行不通了，你就会绕远路，或者是说避开麻烦这些危险。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半途而废，你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你们自己聪明的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一直走下去，如果这条路最后是错的，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怎么说呢？选择比努力重要。你们要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做对。这个对的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即使你的效率比较差，比较慢，但是你最终达到的方向是对的。那如果你只是再把你手边的这件事努力的去完成，可是你不知道完成了之后要通往什么方向的话，其实最后这些努力都可能会白费嘛。所以我觉得，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走一条比较不会这么费力，会想要去避开一些辛苦，可是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因为要达到那个目标，其实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嘛。你可以去走比较困难的，你也可以去走稍微轻松一点，但是稍微绕远路也是有可能达到。甚至有的人他会一路上都喜欢去挑战一些困难重重的东西，但是到最后呢，可能也是怎么讲，殊途同归嘛，最后还是会到达同样的地方。那我觉得你们很聪明的地方，就是你们会先观察观察这个到这个目标有没有什么捷径呢？有没有什么不要让自己太累，也可以达到还不错的成果的一个方法。应该说你们很容易去抓住那个机会，如果机会抓到了的时候，你们就不用去等待太久，你们其实很快的就可以蓬勃发展起来，你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助力那个时间点跟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你们不会想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很焦灼、很不舒服的状况下，你们会想要去跳脱出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机会，还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你们会试着让自己活得开心，活得快乐，试着会让自己就是生活是一个比较愉悦、比较轻松、开心的状态。你们会想要想办法，不论是工作或者是人际相处上，我觉得你们都会找到一个比较让自己能够舒服、快乐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其实带有一些乐观的气质，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在外人看来，你好像就是活的这种很随缘嘛，或者说可以活得比较自由自在。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其实你们是有刻意去练习过，是刻意去思考过，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省力一点，要让自己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最多的一个帮忙。你们其中也经历过跌跌撞撞，也经历过一些吃力不讨好的阶段，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学习，你们会越来越知道走哪一个路，跟哪些人在一起，在怎样的位置，你们的那个状态可以更加的轻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们的牌Page of Swords, Five of Cups。 好，那我们就结合所有的牌一起来看咯。我觉得这一组如果你们是属于阴性能量比较强的朋友，你们身上好像有一种静静绽放的美，就是很深沉的这种美感。然后这个美会激起对方的保护欲，可是我觉得对方要达到你确实是不容易，跟刚刚说的他会需要找到一个渠道去通往你真正的内心。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爱人面前，在喜欢的人面前是可以
很搞笑的，就是如果是阳性能量比较强的朋友，你们是有很幽默、很搞笑、很天真、很像小孩子的那一面。但是你们的这个内在常常在闲谈之中啊，会蹦出一句哇，很有哲理、很有深度的话，好像很睿智，可以看透这个人世间，跟你们那种童趣那个纯真的这个发言，好像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这些不同的闪光点，都是很吸引他的。那如果你同时就是阳性能量跟阴性能量都有这种平衡的话，我会觉得你这两种特质都有，很吸引他。特别是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你们的内在，那真的是好像别人是模仿不来的，是蛮独一无二的。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聪明，你不一定会完完全全的按照这个规矩走、规定走，而是你会去观察你所在的这个环境、所在这个组织，它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定呢？有些东西其实是无意义的，有些东西只是一个传承，它是一个不做也不会怎么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们就会绕过它，想办法去跳过它，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生命、精力去做。那有一句话说，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们好像就是那种他寻寻觅觅很久，终于能够触动到他的那个有趣的灵魂。因为看起来你们蛮能够去照顾自己，在照顾自己的同时啊，你们也会有这种关爱你身边人的心，就是你也可以去照顾你的伴侣，你可以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你也想要让你身边的人一起就是活得快乐，要放下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们走到某一个阶段，你们就是明白了自己不大需要太在意别人的声音，因为不论你们怎么做，总是有人不满意你们，总是有人要去挑你们，甚至明明是做得很好的地方，他都可以从反面的一个观点来去评论你们，就是蛮奇怪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后来就是干脆，你觉得你只在意那些你在意的人，你只去在意那些会关心你、会在意你的人。而且当你们成为一个实际的掌权者、供应者的话，你们就会自我强大起来。我觉得你们有了一个很实质的目标之后，你们会更加去懂得转化自己的情绪，不论本来是寂寞的、不安的等等的那些东西，都会就是缩得很小，渐渐的缩得很小。所以对方来说啊，你们其实是蛮有内在力量，蛮有这种内核的人哦。你们可以在感情中很依赖，但是当感情消失了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很独立、很坚强的这个往前走。那很多时候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是用情很深的，你们是那种会愿意去轰轰烈烈的爱，即使受伤了、跌倒了，你还是会想要再去爱一次，你还是想要再去认真一次。那虽然你看过了一些刚刚说的悲欢离合，但是我觉得你心中还是有那个期待，如果你有一天真正爱上了，你还是会把你的不安跟恐惧放在一边，然后你会试着想要用尽全力再去好像成就一段爱情吧。然后你们蛮需要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一个懂你的人，愿意包容你个性的人。然后我觉得对方其实也知道你们蛮需要就是被包容这件事，因为你们个性有一些坚持，有一些原则，然后你们其实不大想要去把这些棱角磨掉，特别是在爱人面前，你们会希望去展现自己，让自己可以很舒服嘛，你们希望可以被爱包裹跟包容哦。所以如果今天呢，
对方他愿意先退一步去包容你，其实你会回报给他很多的爱，你会大步的好像冲向前去拥抱他。那如果说今天你跟他的爱是足够深足够多的话，其实你们两个就可以这样子一支一支的走下去。但是有一天呢，如果这个爱没有那么多了，好像是比较少了，比较不够了，或者是说其中有一个人爱到极限，他受伤了，他没有办法付出了，没有办法承担了，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理智又会出来，你们会懂得止损，你们会让爱在最美的时刻停下来，你们会留给对方和自己一个体面，不会让爱被伤到完全不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方去蛮欣赏你，或者说蛮在心里去敬佩你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愿意先放手，放手有的时候是一个成全，有的时候也是代表后续的，它有的时候代表一个成全，也代表的是一个断点，这个断点之后连接的可能是一个后续新的开始，因为你们不会把场面真的弄到非常非常的难看。那对于分开的人、错过的人，我觉得你们虽然舍不得，可是你也不大会再去评论对方什么，因为对于你跟对方曾经有过的这个爱情啊，你们是很珍惜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们也蛮尊重对方曾经爱你的那个心，你也尊重自己曾经对对方付出过的那个情哦。所以当内心啊，即使有那些过不去跟拉扯的时候，但是最后随着时间，我看见你们还是坦然接受一些那种人生中的无奈，还有一些遗憾，明白了或许某些时刻这个现在的这个断点，可能就是两个人目前可以做到最好的选择。其实你们一旦明白了、通透了，你们就会往前走。即使有的时候会回头，有的时候会陷落，但是我觉得其实新的你们是不断的、再次的在开展。这个就是你们的魅力，你们的吸引人的地方哦。你可以让爱停留在一个很美好的时刻。那当他回想起你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旧人的时候，他其实会很感激你在这段感情中为他所做的事情，以及有一些他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你没有帮他一一先出来，一一去戳破对方，你留给他了一个面子，留给他的一个台阶。日后如果他要再联系你，再连接你，他还是有望的，他还是有机会的。那如果是刚认识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人蛮欣赏你在爱情中的敢爱敢恨，蛮欣赏你们就是愿意付出，然后也不怕受伤，同时又很聪明。聪明是说你不会一直拖着一个人死缠烂打不放，你会保有你自己的尊严，你离开的时候也是可以很潇洒的。所以我觉得他看见你们很优雅的姿态，很聪明的姿态再往前走，他一方面对你们有一些心疼，他很想要去珍惜你们，去疼惜你们，去保护你们。那我觉得今天呢，这个人他的出现跟你的交汇，其实你们在彼此的生命中互相影响，包含了如何去爱与被爱，如何去深层的信任的一个人。我觉得你的出现打开了他内在的视野，撑大了他对人的一个包容哦。一直以来，我觉得他在寻找的一些宝藏，他在寻寻觅觅的某一种特质，他在你身上找到了。他非常需要有人来到他的生命中，跟他一起努力。他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他一直以来的这些努力，在人世间构筑的这些物质啊、城堡以及奋斗以及这些情爱，他需要有个地方安放，他需要明白自己的这些努力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对方其实需要被你肯定，他也需要被你需要，他需要知道你是
他的身上是有你欣赏的一个特质，以及你需要的东西，他可以供应你，你可以留下来，而最终呢，你们可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守候。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一开始抽到的这个底牌哦 ，Efforts， 好 ，Playfulness 这张牌呢是这个妖精，好，小精灵哦。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在他心中啊，有一点像是这个魔人的小精灵哦，令他非常的难忘哦。这个精灵啊，它其实是非常轻盈、非常喜悦的。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很多时候你们有活在当下的感觉，你们不会刻意去承担一些不属于你的压力跟责任，所以我觉得你们蛮聪明、蛮灵活的。很多时候你们知道怎么样避开危险，那你们也会绕过那些问题，让这个关系可以好像更加的进展的比较顺利。我觉得你的出现啊，其实好像可以带领他看到这种人生中很多不一样的有趣的事物，比如说一起看星星跟月亮，一起去体验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种自然，或者是说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运动等等的。我觉得你的出现让他知道，原来人生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活的方法，可以活得这么的精彩。那有的时候你们会让他放下一些烦恼沉重的东西，或者是责任。其实你们的内在小孩、内在灵魂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的令他惊喜。你们会明明就是用同一种语言，可是你们好像会去诉说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完全不曾想象过，也不曾经历过的。你们有你们的这种好像童话世界，有你们的那种心中的很纯净的那个境地哦。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跟他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可以构筑出喜悦、构筑出美好，甚至有一点童真、纯真、童趣的那种世界。然后我觉得你们好像会发光一样，就像是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他一抬头就看见了，没有办法不看见你们。而且有的时候星星好多好多，布满了天空，这个会让他好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也会让他知道要怎么样回家。你们就是会你们的光芒不是非常的强烈，要去很强势的压过别人，可是你们的光芒就是很柔美的、很温柔的，一直都在那边提醒着他应该要怎么走，应该要怎么样回归到自己内心最纯真、最童趣的那一面，然后好像也让他就是放松了，然后可以跟你们一起开心的笑，开心的玩。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个真的是很棒的能量，很吸引人的特质。看到你们的时候，就好像想要跟你们跳一场舞，想要跟你们抱在一起，可以好像很开心的回到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很这种无忧无虑的一个时光。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带给他的很大的一个触动跟体验。特别是如果这个人他也是有过一些经历，有过一些年纪的时候，他其实不大容易在身边再遇到像你们这样子真挚、单纯、纯真的一个内在。所以这个也是他就是他非常受到你们吸引的一个地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必有这么多的设限，不必这么多小心翼翼，他可以很直接，你们也可以很直接，然后可以有一种很轻盈、流畅跟喜悦的步调还有节奏。你们就好像是那种喝了会让人不断回味，会让人家口齿留香，不断回甘的那种茶，会让他想要一再的好像靠近你们，一亲芳泽。然后真的觉得就是看到你们的牌开出来，就是让人整个心情都变得很好。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或者是留言。那我们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好吗？拜拜。
Hello，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他怎么看你的？他有多在意你？还有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很吸引他的呢？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牌。Five of Swords， 对呀，因为这 Queen of Swords。Page of Pentacles。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4张牌。我觉得在对方眼中的你们呢，其实是蛮优秀的，就是你们蛮有才华的，你有你的那个默默的一直在耕耘的那个领域，然后在那个领域中，你们是学长学姐，或者是说你们是可以帮助别人、带领别人的，你们在某一个地方是小有成绩的，在这个专业领域上，觉得达到了还不错的一个成就，对方觉得你们是蛮优秀的，然后在外在啊，在你们的那个专长上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耀眼，然后你们也蛮愿意去分享你们的知识给别人。那我觉得对方其实，有觉得你们就是花了蛮多的努力才到达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田地，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哦，就是说你们过去啊，可能真的是默默耕耘，然后一个人一步一脚印，一个人很努力的打拼，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然后我看到有的人啊，你们在过去的人生中，你们可能经历了很多像是艰苦的战争，跟别人要去争斗，然后你们在这些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你们胜利了，然后你们才拥有今天的这个成果。虽然你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好像是很轻松、很容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知道你的内心有蛮多辛苦之处，有蛮多不容易的，就是这个真的是你一点一滴达成的，并不是说很快速的一朝一夕，就是很幸运的才能够到达今天的这个位置。然后我看到，我觉得有的朋友在这一组，你们可能是那一种在家庭中照顾者的角色，可能是爸爸妈妈，然后你们要去照顾你们的家庭孩子，然后还要去想办法赚钱。那有的人甚至可能是这个单亲妈妈，或者是说单亲的这个爸爸要一个人去抚养孩子，要打理琐事，或者是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感情是比较疏离，或者是说父母亲有一方是长期在外的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看到你们过往的一些辛苦的地方，以及你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辛苦环境到达今天这个成绩，我觉得他会觉得你们蛮不容易的，然后你们又愿意在你们现在的这个基础上，你愿意去付出，也愿意去带领后辈。应该说，你愿意去分享你的心得，你如何走过来等等。我觉得你们是蛮不藏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他应该也会受到你们的一个照顾，然后你们可能真的是从这种白手起家，一步一脚印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对方蛮欣赏你，而且很佩服你。我觉得你们蛮优秀的。那这边呢，Queen of Swords 这个逆位的宝剑皇后，宝剑皇后它本身是代表一种自由独立，然后好像是可以很明辨是非等等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看到的是逆位的，所以我会觉得，对方遇到你，他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失去理智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他好像就是会有对你会有很多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也许是不客观的，也许是他会觉得让自己很惊讶、很讶异的，或者是就是那种很原始的性的那种吸引力发生在你的身上，有点像是让他失去了他的理智的判断，或者是让他失去了他的那个独立的自我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他蛮被你们所吸引的。然后我也觉得在他眼中你们是一种好像
很可爱的角色，可是这个很可爱有一点反叛，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很善良，很愿意付出，可是你们又有用那个阴暗面，有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去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或者是会去逗弄人家，就是虽然是这种有一点要去反派角色嘛，可是可爱的那一种，无伤大雅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对方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就是他生命中出现的一个很特殊，然后会让他觉得心痒痒的一个人物。一方面你们其实是蛮精明很聪明的，可是你们在某一些地方好像那个脑袋又变得很放空，就是怎么说，平常这么精明的这个人，然后到了好像特定的人事物上，你们就是失去抵抗力，然后就是会有你的盲点在，所以我觉得对方遇到你的时候，发现你身上有这么冲突的特质，他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就这个人而言你跟他如果过去曾经经历过了一个悲伤的状态，如果这个宝剑五这个战役是你们两个关系中曾经彼此为了彼此去付出，然后彼此在为了这段关系去争斗、去奉献等等，不论是在关系中的拉扯，或者是对抗这个外在世界的那个力量，我觉得如果你们的关系曾经有过悲伤的话，我会觉得对于对方来说这个悲伤他一开始是蛮想要去掩饰它的，因为对于对方来说，也许悲伤就代表的是软弱，所以我觉得对方在这段感情中，他不大想要让你去看到他比较难过的那一面，也许他会把自己武装起来，让自己比较坚强起来，因为他觉得如果感情中有失落、有悲伤，好像是他做的不好，他会让自己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就是有挫折。为什么我跟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为什么这段感情不是像我发展的那样？我觉得他其实会透过武装来隐藏他的这个悲伤。那可是这样子的同时他好像也让他自己失去了他可以去接触你，以及可以被你理解、被你安慰的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其实如果你们两个都有这种情绪，因为感情的这个拉扯，因为交流过程的不顺利，因为这个停滞起伏，或者是距离等等的问题造成的这个困境的话，其实我看见的反而不是这个困境，不是这个你们纠结过不去的那个点。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悲伤、难过、生气跟拉扯的背后的那个源头其实是爱。因为如果你们没有爱，你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就算是愤恨也好。因为我觉得当你跟对方有这么强烈的情绪，是因为你们真真切切的认为对方很重要。那如果这段关系，有的朋友你们是分手断联，或者是你们在冷战的话，这段关系它走到一个比较停滞跟失落的状态下，一定会感受到难过，因为你们背后的源头真的是有很多的爱。你们流过多少眼泪，就代表付出过多少的爱。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的这个拉扯，它并不是一个让两个人去指责彼此，或者是去对彼此生气的一个点。反而我觉得这个悲伤这个吵架、这个争执的背后是爱，是爱的证明。然后他如果再往更深探究，其实可以从中去做一个疗愈。就是如果有一方愿意先去搭建一个桥梁，跟对方去沟通，跟对方去疏通，我会觉得在这个桥梁的这个尽头，两个人一起走到那个桥梁的尽头，其实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一个这种永恒的爱情吧。就是两个人都对这段感情的一个期待，以及想要向前走的那个心。那
那如果这一组啊，你们是刚认识的人，在暧昧中，比较没有这么多心碎跟拉扯的这些片段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哦，他很特别，他想要跟你一起经历各种人生的高低起伏，各种酸甜苦辣，就是他，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我只要甜的，我只要浪漫的。我觉得他愿意为了你去经历一些他本来不愿意去经历的心痛跟破碎、吵架跟争执，就是说他有意识到，我觉得，他要掌握到你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但是今天命运把你们两个牵在一起，你有点像是他无可预知的一个礼物，一个缘分来到生命中，你们两个可能真的就是。物理空间是离得很远，然后在网络上偶然相似，或者相遇，或者是说你们的教育背景、你们的宗教背景，然后你们的文化背景等等的年龄是很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对你遇到你遇到你之前，他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可是既然你出现了，我觉得他心中的某一个火苗就被点燃。然后他其实也明白，依照他个人的直觉，他其实也明白哦，他要去尝试这样子的爱情，他可能必须要去奋不顾身，他可能要去克服一些阻碍。那他今天为了要怎么说？为了要得到感情中的那些甜跟那些美好，他愿意去经历那些痛苦、低潮，甚至陪你走过一些比较不开心的时刻，因为有一种他见证了你最难过的时刻、最低潮、最黑暗、最不堪的时刻，他才值得拥有最美好的你。所以这个人他心中是有这个想法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能量稍微比较的不稳定，就是他的这种状态好像是在改变，好像是在变化。特别是刚认识的朋友，我觉得他对你是有动心的，然后他也真的心里会有那个悸动，有那个冲动，想要去跟你完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爱情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他身边有很多东西在影响他，在分散他，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念头好像就会他又把它放下了。当他放下的时候，他就这个行动力就会比较弱一点。但是他又跟你重新相处，然后重新想到这些浪漫的、心动的、快乐的爱情的时候，他就是怎么说，他的心又会被你撩起来了。不过，就是他的能量目前我看起来还是在会变化的状态。然后影响他的除了你之外呢，还有周遭其他的人事物的各种东西。我觉得都会影响到他对这段感情的这个判读跟未来的一个走向。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好，再帮你们抽一下其他的牌哦。Eight of Cups, Nine of Cups, King of Cups, Eight of Cups。好，很美耶，对，很美的牌。权杖吧，觉得有一个好像好消息要降临、要传递的感觉。我觉得他好像有话想说，然后这个话应该是你们想要听的话。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鼓起勇气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心是有这样子的流动的。然后我也看见，我觉得你跟他其实两个人是可以那种互相的正能量去互相的传递，就是你给他爱，他也会以正能量的回馈到你的身上。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们是这种暧昧刚认识的这个阶段呢，我会觉得他其实真的有蛮多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阶段中，他对你的包容度是有的，不管他本身的个性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如果刚认识的朋友，他愿意去展现对你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他也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做一些牺牲跟退让。好，那如果呢，你们是在已经感情比较深了，然后之前已经有过一段情了，这种可能是分手的
断联的这种朋友啊，我会觉得啊，因为你们的关系真的先前已经进展的比较深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人会觉得你们的关系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命运的促成。然后他其实有蛮多的话想要跟你说，这个话呢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然后以及你哪里做的不好，哪里没有，我觉得不是哦，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那种嘴很硬，但是心很软的人。就是假设你们过往啊，有吵架，有伤害对方啊，就是说，你滚出去啊，我不喜欢你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那些话语的背后，其实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但是你们又很喜欢把话说得很死，好像要占上风，说得很绝对。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呢，他可能就算他想要表示他很在意你，他可能也会用一种不知道比较特殊的方式去戳看你有没有痛，有没有反应嘛？看你有没有在意他，就是用一个方式去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这种感情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是好的，然后他的言语可能没有这么的甜。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对你有很多的话想要说，然后他其实也在等待，也在期盼，好像你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走进来，或者是说命运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有资格以一个合适的身份跟你联系、跟你沟通等等的。因为假设你们是断联很久的话，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因为沉默了太久，他不知道要怎么跟你开口的感觉。虽然我觉得他这边是好像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联系你，也许是这种网络的这种空间，或者是会有一种什么匿名的包裹，还是什么的匿名的一个讯息等等的。我觉得他是蛮希望他的心意可以传递到你的身上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啊，碰见你之后，其实你启发了他很多的灵感吧，就是很多的这种灵性的层面被启发出来。他可能听歌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啊，就会比较感伤，比较被触动，然后会跟你们相处的情况更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身上其实会有很多他以前没有看过、没有在别人身上看过的特质，他会想要去探索。那前面有讲过嘛，有关于性的吸引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组有蛮强大的这种很原始的这种性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身体的想要去触碰，想要去靠近你。就是你一开始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的那种心电感应吧，就是会非常想要跟他缩短距离。就是有的人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身体不自觉的往后退，或者是说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就算是刚认识的时候，也不会距离也不会这么明显，就是两个人都不由自主的想要去靠近对方。然后我觉得啊，这个人他有一种好像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越来越意识到他跟你的关系，他跟你的缘分其实都是命运或者是老天爷给的一个机会吧。然后他这个机会如果不好好珍惜，他可能会消失的，或者是说关系会有期限的。我觉得他渐渐的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他是已经失去你的话，或者说你们已经联系的没有这么频繁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种恍然大悟，失去之后才更懂得珍惜，才明白这种原来觉得习以为常的幸福，或者是那种吵吵闹闹的生活，这样子的日子啊，其实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当他在一个人的那个晚上，我觉得他常常会回想起跟你相处的一个片段，然后他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他更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前面有这个权杖吧，我觉得他
蛮想要去跟你说一些话，也可能很快就会去传递一个讯息给你哦。那我觉得如果这段关系啊，曾经有搁浅、有被卡住的感觉哦，我觉得他会想要再一次去疏通，再一次的流动，再一次的去解开当初过不去的结。那一旦这个结有松动的话，两个人其实就有重新对话的一个可能，也有重新看见彼此的机会。那我觉得这里啊，这个重新是很重要的，就是并不是延续着那个过去的那个你们，从过去的那个你们再去发展，而是两个人以新的姿态来面对彼此，重新认识彼此，重新给彼此一个机会，去看看现在的他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看见你们的两个的能量其实都有所变化了，特别是你哦。如果你跟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其实这个人也会蛮好奇你现在的样子，因为你现在的你跟当初他认识的那个你真的已经不一样了。他也知道他必须要就是在脑袋中更新对你的印象，因为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有新的面貌，不断的每天都有惊喜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会很好奇你现在究竟长成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模样，他会想要去了解，或者是说用他的方式去得知他想要知道的讯息哦。然后圣杯八这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有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是处于这种三角关系，就是说他的心还在其他的人事物身上。这个三角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是过去他在关系中被工作，或者是被朋友，或是被他的家庭绑住了，就是牺牲掉他很长一段时间，牺牲掉他生活中很多的时间，然后去压缩到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个品质哦。那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能量是说，我觉得他好像他好像有一点心情的沉重。这个沉重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告别。假设他目前的状态是要跟你们告别，你们再谈分手的话，我觉得他会很难以启齿。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意味着他熟悉的一个生活模式去结束。然后他对你们其实有非常的一个执着，那不论这个分手是不是依照他个人的意志的进行，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朋友是不是你们怎么说呢？你们去断联他，你们去封锁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就让他找不到，他也就不得不好像我要离开，我要往前走的。有一部分的朋友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关系才刚开始的话，会觉得这个人呢，他遇见了你之后，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草原、新的世界，他想要往前走。他在往前走的过去，我觉得他有在割舍、放掉一些沉重的行李，可能是他过往的一段恋情，或者是说某一个这种法律关系的结束、身份上的转变等等，他会去放下他过去那些沉重的负担，然后他想要去挣脱某一个在控制他的权威，或者是说控制他的人，然后去跟你再亲近一点。当然，在挣脱跟分离的过程中，我看见对方是有一些伤口，然后对方也蛮希望可以从你身上得到疗愈，因为刚刚说过，你们有一个很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你们蛮会去温暖人跟照顾人，你们本身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然后这是他非常欣赏的地方。那另外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可能就是比较像是两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互补嘛，互补多于相似。那这个互补啊，有点像是，你们两个人的信念系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手机的这种 iOS 跟 Android 系统，它的使用方式跟那个背后设计的逻辑思维可能不大一样嘛。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难分难舍，又爱又恨，可能他会觉得说，你好像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
没有去理解到他。那你们这边呢，也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善意，你为什么要去曲解我？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在某一件事上不能满足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沟通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你沟通。那我这边我觉得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很在意你们。那但是呢，你会觉得说，表象上，我要求的事情他都没有做到，我说的事情他好像都当耳边风。你们可能会有一种你不被理解、不被珍惜的感觉。但是我看起来会觉得这个人哦，他不能满足你，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需求，他可能在你们要求的某件事没有完完全全的照着你们的想法去做，可是我觉得他好像会事后用其他的方式来安抚你，来补偿你。那我觉得在关系中啊，你们可以把就是你想要说的说清楚，但是这个人他也蛮需要他的空间。你们两个都是很爱自由的人，但是又想要怎么说？又想要黏在一起，又想要有拉扯的那个部分，又想要互相吸引，无法自拔的吸引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没有谁对谁错，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吧？只是说你的沟通方式不见得是对方能够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对方是有心的，只是不知道他这个心有没有办法如实的传递给你知道。那我觉得对方啊，过去一直以来蛮感谢你的这个陪伴、理解跟对他的一个支持哦，他蛮希望日后也可以拥有这种温暖。但是他又觉得，你们两个相处上确实有一些需要去磨合的地方哦。有些事情可能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些事情没有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你们事后知道了可能会生气，或者是说担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考量，他可能觉得说我跟你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可能会来念我，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又想很多？那我要回过头来去安抚你，去照顾你的这个担心，或者是说，我其实已经自己可以克服的那个状态，可是，你好像还停留在我没有办法去克服，我没有办法去度过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人他会想要自己去处理很多的情绪，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对你们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都不沟通，然后都不愿意说话等等的。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要他这种很敞开，然后很坦白、很透明，对他来说是一个冒险，因为他就是习惯静静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在思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放松的空间等等的。他可能有的时候习惯。像在情绪上，保持一点就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一个距离哦。有的时候，这个情绪跟别人黏着太近，他真的会很不习惯。然后他也确实好像蛮常把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专注力。可是这个不代表说，我觉得他就不在意你，只是他有的时候会太投入到他现在在忙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就可能忘了说，身边还有一个你。但是当他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用其他方式去补偿你，去弥补你。可能他不是会用正面的方式，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看得懂的话，他其实有在用他的方式去示好跟讨好。那我觉得这段就是你跟他啊，很像是说你们两个。就有的那些东西已经有一个完结，然后新的东西可以再继续发展。你们接下来的路不会是旧的路，因为走旧的路到不了你们要去的那个远方。我觉得你们两个要一起面对的是一条新的路，然后在这条过程中千万不要心急，就是你们可以很踏实的去沟通，去走稳每一步。也许这段关系的进展没有像你想的说，比如说我几月要怎么样，几月要怎么样，它其实没有固定的排程，它有的时候会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是往前进又往后退，但是我觉得只要
不要忘记当初两个人爱彼此的那个心哦，不要随着环境的转变丢掉那个初心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是非常有机会进展到一个更新更好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开始帮大家抽的这张神谕卡哦。Mentally pathway，他说的是这个蜿蜒小径。好，大家有看到吗？森林之中有一条蜿蜒的小径哦。这条蜿蜒小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所以它的路径并不是这么的明显哦。我觉得你们的爱情，你们的感情是一段非常独特的感情，它可能是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或者是说展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你们从未想过会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丰富了你的生命，也丰富了他的生命。那正是因为这是一条蜿蜒小径，这是一条没有人走的路，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走，你也不知道要怎么走。没有人是谁的向导，只是说有的人可能，有时候你可能稍微走到比较前面，他可能稍微比较后面，或者是说再反过来，他比较后面，你比较前面，你在远远的这样子看着他都有可能。那我觉得在这条蜿蜒小径上，有的时候两个人不要一直很努力的好好向前冲，我要冲到一个终点，我要赶快也定下来，我要赶快好做完成我人生该做的事情，结婚生小孩，或者是说我要赶快去抓住一个关系，让我稳定下来。那我觉得其实我看见你们就是走在同样的路上，不管你们在这条路上两个人目前的距离是如何，可是重点是你们走在同一条路上。有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你可能会一时看不见对方，因为对方可能又在下一个路口转弯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心急，因为这条路上有很多值得你们去欣赏的，有这个花草树木啊，或者是说林映透下来的阳光，这条路其实很美。我觉得你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欣赏，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流动。就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就是很有机会去长成一个很健康、很扎实的一个样貌。那当你们就是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更好，或者是让新的能量注入到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看的不是对方的脚步，而是你要想着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走在这条路上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让你开心。你去看看你周遭身边的这些花朵啊，或者是这个气味，这个芬芳感，这个怎么说？树叶带给你的这种沙沙的声音啊，你去体会风的感觉，你去体会现在的你跟你的这个灵在，然后你去专注到那些你想要的、你喜欢的，让你感觉到良好的这个人事物吧。我觉得你在走的时候，其实宇宙很爱你们，它给了你很多的选择。其实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也许还会遇到其他的人，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人，也许你们也会停下脚步来看一看别的人等等的。那我觉得如果因为宇宙没有说宇宙不会强迫说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跟他分开。我觉得都是按照你当下自己的感觉去选择。如果你觉得这段关系让你现在比较不舒服的话，你可以稍微停下来，稍微放松一下。你也不要去跟这个人去争论说你过去做了多少事情，我很生气，然后或者是批评他们，然后想要去改变他们。我觉得这些宇宙会希望你现在把能量更加专注在你想要的东西，让你开心的东西，而非你不喜欢的、不舒服的东西上。那因为这样子呢，我觉得当你先让自己开心起来，其实你们的步伐会更加轻盈，会更加的轻快。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啊，
当你跟他再次并肩骑行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握住他的手，你也可以选择不要，你可以继续的再往前走，继续再追寻你更好、更喜欢的一个东西，都有可能。那我觉得我想要再帮你们抽一张牌，觉得还有什么话没有讲完。好。Darkest Growth， 好，这一张牌啊，这个菇类，这个菌类哦，在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中，这种蘑菇的崇拜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然后常常会在最神圣的典礼，这种圣典啊，或者是医疗或者是占卜的仪式上去使用这个蘑菇，所以蘑菇它是有很神奇的疗效的。那我觉得在这边呢，出现这张牌哦，特别是对于那些如果你对于这段关系是想要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是蛮好的一张牌。那他有告诉你们说，其实没有一段关系是完美的，所以你不用执着说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成一段很美好、很开心、很快乐的关系。那这个人身上一定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你身上也会有他不喜欢的地方，可是这个都是你们本来原本的样子。如果你可以去真实欣赏他本身的样子的话，你回馈给他那样子的爱，我觉得对方其实也会就是慢慢的去感觉到，然后我觉得他也试着去真正的去欣赏你跟理解你的这个本质。我觉得他也希望他是能够被真实的爱着，然后他也必须要学习真实的去爱着你们。那就是不用太纠结，你要一个很完美都不会吵架都没有什么困难的关系哦。我觉得就是当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或者是说欣赏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阶段哦，其实不是当初你预料的那样，或者是说进展没有这么快。有一些坑坑绊绊，可是这个就是在这条蜿蜒小径上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流动，但是重点是你们还是在往前走，你们还是在这条小径上，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你愿意正向的去看待它，跟看待这段关系现在的这个样子，不去批判它，然后不去好像就是去责备他，或者是说埋怨这段关系，或者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做得更好等等的，就是以一个比较正面的眼光来欣赏你自己，还有欣赏这段关系，看看这段关系，哇，老天爷给我的剧本，我们竟然可以演成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先前可能都没有想过会发展成这样的状况，你这样子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它可以去疗愈彼此，它可以去医治彼此。刚刚有说过，这个悲伤搭建了一个桥梁之后，这个桥梁的背后就是桥梁的终点，就是真实的接纳与疗愈。我觉得这段关系，如果你们在破灭断联的阶段，其实非常有可能会奇迹式的好转。那如果你们是在刚认识的阶段，我觉得这段关系非常的有发展的潜力跟力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这些讯息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好吗？拜拜。